俄军反攻兵败苏家镇，乌克兰特种部队活捉2名朝鲜士兵。朝鲜士兵乘弃子用身体探测地雷。乌克兰制作招降文书，让朝鲜兵不要白白送死，投降才是生存之道。釜底抽薪，俄罗斯战争潜力，俄军袭击次数减少了70%。俄军新兵成为探测乌军火力点炮灰。乌克兰粉碎俄军合围大诺沃希尔卡计划。俄罗斯关闭波兰领事馆，瑞典开始大规模扩军。伊朗公布新导弹基地，开启大军演。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经过此轮强有力的反攻，目前已经夺回了约65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同时扩大了约188平方公里的灰色地带。当下，乌军正在苏贾镇东北方向，利用冻结的地面绕过俄军雷区，沿着阿尔柏公路继续推进。在推进过程中，乌军的马扎尔鸟无人机部队放出带有霰弹枪的无人机，击落了来袭的多架俄军光纤无人机。目前双方正交战于波列诺耶东北部和苏贾北部的波格列布基村。而且由于掌握着战场制电磁权，乌军使用苏27战机投掷 GBU-39 小直径炸弹，并发射了无人机和远程火炮，打击了前沿的俄朝联军阵地。在苏贾东南部马赫诺夫卡方向，俄军从9日展开的大规模攻势还在继续，50辆装甲战车一路强推，但由于该方向南部是河流与沼泽，北部是森林，因此俄军唯一进攻路线早已被乌军洞悉。加上如今的苏贾镇已成为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后勤中心，拥有大量战备预备役和装备，所以乌军迅速集结了比俄军还多的军事力量，而大败俄军纵队，如乌军第14、第38和第117旅，就至少摧毁了6辆俄军装甲车。紧接着，乌军无人机又将坐标传输给炮兵，在海马斯集束弹药的密集扫荡下，溃逃的俄军步兵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此外，据《华盛顿邮报》1月11日的报道，俄军还派遣少量作战小组在未指明地区企图越过国际边界进入乌克兰，但遭到乌军边防部队的阻止，并成功反推控制了边境据点。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1月11日表示，乌克兰特种部队和空降兵联合行动，使用现代武器和战术，在瓦解俄朝联军的肉搏战后，成功俘虏了2名朝鲜士兵。而且与去年12月底俘虏的首名重伤身亡的朝鲜士兵不同，这2名士兵虽然受了伤，但在一番治疗后活了下来，如今伤势已经稳定。目前，这2名士兵已被带到基辅，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也已介入，调查他们是否违反乌克兰禁止策划或发动战争的法律。在此期间，韩国国家情报院将从旁进行汉语翻译，协助审讯。据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初步调查称，这2名士兵一个出生于2005年，另一个出生于1999年，分别自2021年和2016年起在朝鲜军队服役。2名俘虏向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他们原以为是被派往俄罗斯接受训练，而非参加战斗。对此，泽连斯基表示，稍后将允许媒体与俘虏对话，俄罗斯方面则尚未做出回应。如果这次的事最终被确认，媒体也能够公开采访的话，那外界将能首度近距离接触到被俘虏的朝鲜士兵。早些时候，泽连斯基还对外透露，朝军在库尔斯克的阵亡数字已超过了4000。虽然俄方否认了这一说法，并强调朝军的战斗力很强，但却没有提供具体的信息。朝鲜高伤亡已经成为事实。朝鲜士兵高伤亡的原因很多，其一就是俄军指挥部不把朝鲜士兵当人。据《华盛顿邮报》1月11日的报道，俄军为了稳固战果，利用与朝鲜士兵的语言漏洞，总是让朝鲜士兵无视乌军空中火力，发起集群式形式的人海攻击，而俄军则以小队形式行动。英国《泰晤士报》也援引乌军第33旅突击营指挥官的话称，乌军过雷区都会使用扫雷车，但俄朝联军过雷区的方法却是让朝鲜士兵排成一列，彼此相距3-4米，用身体去探测地雷。其二，落后的战术。朝鲜特种部队最擅长的是狙击任务、城镇战，以及经由海上、空中和穿越朝鲜众多山区的渗透作战，而让他们在没有接受足够训练的情况下，来到俄罗斯、乌克兰这样的开阔平坦地势进行无人机和堑壕战，这无疑是在送死，根本无法发挥出朝鲜士兵的战力。韩国情报官员也报道称，朝鲜士兵的部署非常仓促，通常只让其学习开火、炮击、冲锋等一点点俄军军事术语后，就被送往了前线。而且为了防止小股部队因士气低落而分崩离析，降低投递概率，采取了落后的集群冲锋的人海战术。其三，老旧的装备。华盛顿邮报称，朝鲜士兵在作战中只使用了一些小型武器，机枪与榴弹发射器，
最强的火力顶多就是迫击炮，像无人机这类作战，只有俄军士兵在使用。对此，战争研究所评估认为，如果俄罗斯军事指挥部继续让朝鲜部队进行与俄军类似或更大规模的高消耗战，朝鲜是无法在与俄军并肩作战中学习实用的现代化作战经验的，也无法学会如何有效对抗无人机。乌克兰更是制作了招降朝鲜士兵的文书，其上写道：“不要白白送死，投降才是生存之道。”前线方向，俄军新兵成为探测乌军火力点，乌克兰粉碎俄军合围大诺沃希尔卡计划。哈尔科夫方向，1月11日，乌军在斯塔里奇亚和沃夫昌斯克方向展开了不下5次反击。一名乌克兰士兵表示，乌军守住了沃夫恰河以北的阵地，并让俄军在沃夫昌斯克有所撤退。与此同时，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第14独立机械化旅摧毁了2辆来袭的俄军装甲运送车。卢甘斯克前民兵代表安德烈·马罗奇科中校1月11日表示，乌军正在德沃里奇纳展开阻击。此外，乌军还始终将俄军第488和283摩托化步枪团阻击在伊万尼夫卡，使其无法突破到克罗地亚奇。顿涅茨克州恰索菲埃尔方向耐火材料厂的大战仍在持续，目前乌军占领了该厂80%的区域。一名军事博主称，乌军已经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因此俄军难以推进。不过，该军事博主也称，俄军目前正在绕过耐火材料厂，企图通过破坏乌军火车站、陆地交通线来打开战场僵局。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的局部反击仍在继续。乌军第12亚速旅坦克营在无人机配合下击溃了俄军第131机步旅的进攻，同时乌军精锐还依托高层建筑进行战斗，小有斩获。只不过托列茨克大部分地区仍被俄军控制，正在利用兵力优势疯狂进攻，乌军压力非常大。红军村方向，乌克兰真地报称，俄军正试图从南部绕过红军村，接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乌克兰第108独立机械化营指挥官谢尔盖·菲利莫诺夫声称，俄军第74和第55摩托化步枪旅以及第433摩托化步枪团通过不断向科特林和乌达赫内推进，目前距离这里已经不超过2公里。这意味着俄军完全有能力封锁梅若瓦至红军村的高速公路，从而断掉驻守红军村乌军的一条后勤动脉。显而易见，俄军是想通过切断后勤，迫使乌军后撤来占领红军村。而且，俄军若是拿下科特林和乌达赫内，就能进一步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行政边界推进，毕竟距离仅仅只有7公里，仍在俄军炮火覆盖范围之内。在红军村东部，俄军还增加了在米尔诺赫拉德附近的进攻行动，并向该地区部署了一个由不同摩托化步枪团、摩托化步枪旅以及特种部队重组的部队。值得庆幸的是，受恶劣天气、复杂地形以及装备资源短缺影响，红军村的俄军如今最多只能以10人为小组，乘坐全地形车和越野车进行机动和作战，已经用不起重型装甲车了。而且乌军在用清除对方指挥系统的方式降低阻击的成本。乌军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通过不断的摧毁俄军基地、指挥所、弹药库、能源设施以及后勤补给基地，釜底抽薪俄罗斯的战争潜力。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电子战部队数据显示，由于俄军不断的摧毁俄军弹药库以及使用 F-16对俄军滑翔炸弹压制，俄军发起袭击的次数已经减少了70%。在库拉霍沃方向，1月11日晚间 Deep State 称俄罗斯已经占领了库拉霍沃，但遭到了乌克兰的否认。乌克兰军方称，尽管该地区战斗激烈，但乌军仍坚守库拉霍沃火电厂的防线，即便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大诺沃希尔卡方向，乌军第31机械化旅粉碎了俄军第393摩托化步枪团、第218坦克团以及第60摩托化步枪旅对乌军形成战术包围圈的企图。在弗列米夫卡，乌军该旅第3机械化营指挥官罗曼·鲁坚科中尉表示，俄军最近几天开始大量使用光纤无人机作战，且俄军地面部队的作战素质直线下降。他称，负责该方向进攻的都是俄军新兵和囚犯兵，甚至有些囚犯兵服役还不到1个月，仅仅训练1周就被投入了战场。他们的冲锋纯粹是为了探测乌军火力点而充当的炮灰。此外，乌军还在新奥切雷图瓦特至诺维伊科马尔一带和大诺沃希尔卡东郊和南郊击退了俄军第37摩托化步枪旅、第50坦克旅、第40海军步兵旅以及第336海军步兵旅的联合进攻，阻止了俄军对大诺沃希尔卡的合围攻势。乌军1月11日凌晨对达拉斯坦共和国一家炼油厂进行了无人机袭击，目前暂不清楚袭击细节。虽然 ASTRA 媒体报道称，当地的塔涅沃炼油厂冒出了黑烟，地方当局还对该厂进行了疏散，但该说法遭到了俄军的驳斥，声称没有发生火灾，只是当局进行的一场疏散演习。
而在前一天，乌克兰朝俄罗斯各地发射了超过120架无人机和多枚远程导弹。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月11日表示，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6个地区以及黑海、亚速海上空摧毁了85架乌克兰无人机。目前部分袭击有了新后续，其中在第宁格勒州的加特奇纳军事工业区，乌军空袭的是占地1900平方米的俄罗斯第218飞机修理厂。值得注意的是，基辅方面称该厂对外伪装成民用设施，生产丙酮等化学品，但实际上却为俄军组装弹药，是妥妥的军事目标。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除了俄军第238炮兵旅指挥部被命中外，有7枚导弹或无人机袭向了新罗西斯克、阿纳帕市。从披露的影片看，很可能是当地油库遭到了针对打击。俄罗斯坦波夫州一家高层建筑遭到打击，但有消息称，乌军的目标是距离乌克兰边境350公里的科托夫斯克镇俄军火药厂，只是未能击中目标。此外，泽连斯基11日还在召开的最高统帅部会议上宣布，乌克兰将在2025年实现无人机产量新高，同时将大幅增加乌克兰国产导弹、火炮和其他必要装备的产量。据路透社报道，瑞典未达成扩军目标，价格斥资220亿瑞典克朗，约20亿美元，向德法国防承包商 KNDS 采购44辆豹二 A8 战车，并将已有的66辆战车进行升级。据悉，这新采购的44辆豹二 A8 被瑞典命名为坦克 123B， 现有的66辆坦克122相当于豹二 A5， 在经过现代化升级后将被命名为坦克 123A。报道称，66辆 STRV 122主战坦克的现代化升级工作计划在2027年至2030年之间完成，而44辆全新制造的豹二 A8 主战坦克将在2028年至2031年之间完成交付。对于该计划，瑞典国防大臣强森表示，这是绝对必要的投资，购入这些战车有助于达成将军队规模翻倍扩充的目标。STRV 122主战坦克，也就是豹二 A5， 是1995年末推出的产品，瑞典最初购买了120辆。与前期型号相比， A5 额外增加了炮塔顶端和前方的装甲，改良指挥和火控系统。外观改变上则安装了著名的法国 JALIX 烟雾发射器、不同形状的置物箱以及更厚的成员舱盖，战斗权重增至 59.7 吨。而豹二 A8 采用传统4人车组设计，与之前所有型号相比，在火力方面 A8 换装了更长的55倍镜120毫米滑膛炮，其穿甲威力是当前全球主战坦克最强者，并能发射可编程弹药，对不同目标造成最大打击效果。与之搭配的光学感测系统也属全球顶尖产品，具有车长全周界瞄准装置，并且车长与炮手都具备第3代热成像仪，在全天候状态下都能让敌人无所遁形。在机动力方面，换装经过升级，输出马力可达1600匹马力的引擎系统，可使65到67公吨重的 A8 飙出70公里的时速，续航距离超过450公里。此外，还具有辅助动力单元，在引擎末启动时仍可确保车内系统正常运转，并为电池系统充电。最后，在防护上 ，A8 换装新一代的复合装甲，并加装被动式模块化装甲套件，尤其针对顶部和车底加强防护性能。此外 ，A8 加装了以色列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因此 A8 在炮塔前后两侧各加装有一座侦测雷达，用来探测和对抗来袭目标。与此同时 ，A8 还具备优秀的可生化与自动灭火系统，后者由4具重达9公斤、1具2.5公斤的化学药剂钢瓶组成，能自动侦测温度，当温度超过82摄氏度，将自动由驾驶员手动开启。总之，瑞典一旦完成升级和采购计划，除去原屋的10辆 STRV 122坦克外，瑞典将拥有154辆主战坦克，而升级和新版将有110辆。同时，瑞典拥有豹二 A8 还能与立陶宛、挪威、德国、荷兰等国实现武器系统通用。而除了升级和购买坦克外，瑞典此前还决定对 CV90 进行现代化升级。据悉，这项升级工作的价值约50亿瑞典克朗，折合4.5亿美元，同样也是在2030年之前完成。目前，瑞典陆军装备了大约500辆 CV90 系列步兵战车，而上述这些投资均是瑞典为了扩大军队规模而做出的努力之一。计划到2030年，瑞典将再增加4个陆军旅，约27000名士兵，使总人数达到约115000人，包括职业军人和义务兵。这一扩张得益于瑞典国防开支的增加。到2028年，瑞典国防开支将达到 GDP 的 2.6%。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1月8日，波兰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正式关闭，波兰外交官以及波兰侨民出席了仪式，移除了波兰和欧盟国旗，并取下了信息牌。据悉，波兰租赁这座建筑已有53年，目前已将其移交给了俄罗斯市政当局。总领事馆的财产也被运往至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馆，其中部分还捐赠给了慈善机构和教堂。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0月，波兰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兹南领事馆，原因是俄罗斯间谍在波兰领土上实施一系列破坏行动。随后，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于11月下旬进行了撤离。随后，到了12月5日，俄罗斯宣布将关闭波兰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以回应其驻波兹南领事馆的关闭。除此之外，对于波兰向乌克兰提供电力的这一行为，俄罗斯也是表现得相当愤怒。根据媒体报道，1月1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志愿军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大规模演习。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还公布了一处新导弹基地。根据报道，在当天的演习中，共有11万民兵组织成员参加，这些民众组织也被称为抵抗力量动员。伊朗表示，此次演习旨在展示抵抗力量动员在面对任何威胁时的全面战备状态，伊朗启动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的一部分。在过去几天中，伊朗武装部队已经举行了数场演习，包括在中部核设施附近举行的防空演习。在未来数周内，还将有多场军事演习举行。在同一天，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公布了一处新的导弹基地。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耶在揭幕仪式上表示，敌人以为伊朗导弹生产能力被切断，但伊朗导弹力量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质量上依然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未来伊朗还将生产更多的导弹，同时建造更多的导弹基地。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该国近期正在举行大规模军演，代号为“伟大先知19”。从1月4日开始，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率先在科尔曼省进行了快速机动演习。接着1月7日，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部队和伊朗国防军空军开始围绕纳兹纳核设施进行防御演练，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则将于1月11日在霍尔木兹海峡举行演习。此外，伊朗国防军海军还将在1月27日举行阅兵仪式。届时将有约2000艘军舰和民用船只参加。其中在防空演习中，伊朗部队通过模拟在复杂电子条件下来对核设施进行全面防御，共抵御了30个空中目标的袭击。而且在此次演习中，伊朗还使用了一种新型防空导弹系统，代号为358。目前，伊朗国家电视台只公布了这款导弹成功击中目标的画面，并没有进一步透露有关该防空系统的更多信息。此外，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除这款新型导弹外，伊朗还会在后续演习中展示新型无人机、舰艇等装备，以及新建成的国防设施。另一方面，据《纽约时报》报道，伊朗将军贝鲁兹·艾斯巴蒂将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归咎于俄罗斯。其表示，此前在对抗叙利亚反抗军时，俄罗斯战机只是在对开阔地带空放炸弹，而且在去年，当以色列空袭伊朗位于叙利亚的目标时，俄罗斯还关掉雷达，促成这些攻击。此外，他还提到，在阿萨德倒台前，伊朗与阿萨德的关系已经长期紧绷。例如，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击以色列后，当时伊朗已经跟阿萨德提出了完整的军事计划，将利用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资源攻击以色列，但阿萨德依然拒绝了该提议，并没有选择在叙利亚开启战线对抗以色列。不过，由于艾斯巴蒂的言论与之前伊朗方面的发言出入较大，目前这些消息还有待证实。据印度《星期日卫报》报道，1月15日，印度海军将有3个舰艇入列，分别为印度17A 项目中的尼尔吉里号，该项目将建造7艘先进的隐形护卫舰，以及15B 项目中的第4艘，也是最后一艘驱逐舰苏拉特号，还有75项目中的第6艘，这也是最后一艘虎鲨级潜艇瓦格希尔号。按照印度方面的说法，相较于希瓦利克级护卫舰，尼尔吉里号实现了重大技术飞跃，具备了先进的隐形能力，而苏拉特号驱逐舰则是加尔各答级驱逐舰的后续型号。这2艘舰艇均配备有最新的传感器和武器系统，以及无轨道直升机转运系统和先进的视觉辅助和降落系统，使其能够在白天和夜间执行任务时操作一系列直升机，例如新引进的 MH-60R 直升机。至于瓦格希尔号潜艇，其于2005年订购，并于2022年4月下水，原计划在2023年底正式入列，但由于技术性原因而被推迟。目前，这3艘新舰艇已完成试航，已具备部署条件。此外，印度海军舰队还增添了一艘俄制军舰及盾牌号隐形护卫舰，该舰将搭载俄印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目前其正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驶往印度，预计2月中旬抵达，届时将并入印度海军西部舰队。
与此同时，印度的太空计划也有了新进展。据路透社报道，印度极地卫星运载火箭于去年12月30日搭载2枚用于空间对接实验任务的卫星顺利升空。原计划于今年1月7日尝试完成交会对接，但由于未知原因，印度已宣布延迟交接。截至目前，印度仍未透露该项目的更多细节。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被俘的2名朝鲜士兵会说些什么？揭露俄军的哪些罪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